有缘人，你终于来了。刷到这条影片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冥冥中天命的安排。你即将开启好运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频道今日要与诸位说说近日发生的一件大事，牵动了无数人的心。这是关乎生死，关乎因果，更值得我们深思。且听频道娓娓道来。甲子年正月廿三，也就是阳历2025年2月2日这天，一则噩耗传来，可把大伙儿都惊着了。台湾著名艺人大 S 竟因重症离世，享年40有8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且让频道先说说这消息是如何传开的。话说当日，有个叫日本旅人旅游购物美食情报的网络平台，率先发布了这个消息。这可了不得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网上瞬间炸开了锅。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不要造谣啊！满屏都是网友的质疑声。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呢。第二天，大 S 的亲妹妹小 S 和家人就证实了这个噩耗。这一下可真是晴天霹雳，原本还在期盼是谣言的粉丝心都碎了。天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敢相信，哭声一片啊！频道观之，此事颇有玄机，你道为何？且听我细细道来。这大 S 啊，平日在荧幕前光鲜亮丽，谁能想到竟会被小小的流感夺去性命？这里头大有学问。老话常说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一个人的身子骨儿啊，真要紧啊！频道读过《黄帝内经》，里头说上工治未病，这话说的可是一点不错。大 S 这回遭的罪啊，说到底还是没把身子骨养好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不当回事，觉得感冒发烧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可你看看，这说变就变啊！而且啊，这事儿还牵扯到了医疗问题。有人说日本的医疗系统也有责任，说治疗不够及时。这话我听了直摇头。道德经里说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但若能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，何至于此？频道今天讲这些，不是要说三道四，而是要提醒大家，养生之道贵在平时。你看现在的人，成天熬夜玩手机，饮食不规律，连觉都不好好睡，这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？说起来啊，大 S 的离世对他的家人打击最大，特别是他妹妹小 S， 姐妹情深，这一下子可是伤透了心。你们看到小 S 发的那些话了吗？字字血泪啊！这让频道想起了《论语》中说的兄弟也者，有于兄弟，手足之情最是难得。说起大 S 在演艺圈的地位，可不是一般的显赫啊！那部《流星花园》，那叫一个红遍大江南北。哇塞，帅呆了，太赞了！当年多少少男少女为之疯狂。频道虽不刻意关注这些，但也知道这部戏的轰动效应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演技实力过硬啊！可是啊，频道要说的是，这世间万事万物都逃不过因果循环的规律。太上感应篇云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大 S 年纪轻轻就成名，看似风光无限，可这其中的辛酸，又有几人知晓？频道记得，他生前就经常受到各种病痛的困扰。这让频道想起了《黄帝内经》中的一句话：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说白了，就是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，让正气充足，邪气就无处可入。你们可知道，这次大 S 因流感离世，背后折射出的是什么问题？且听频道分析。首先是现代人对健康的忽视。哎呀，感冒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多少人都是这么想的，这种想法大错特错。庄子有云：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泰山为小，小病不防，终成大患啊！再说说这消息传播的过程，一开始是网络平台发布，
引发轩然大波。这让频道想起增广贤文中说的话说3分，留7分余地。现在的自媒体动不动就爆料，这是要不得的。虽然最后证实是真的，但这种做法着实有失妥当。频道观察到，这事还牵扯到了家庭关系，大 S 的子女、前夫还有妹妹小 S 都深受打击。《论语》说父母在，不远游。可现在的人啊，为了事业东奔西走，和家人聚少离多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道的问题。说到这里，频道不禁想起一个典故。古时候有个叫庞德公的，他说人身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身。这话说得多好啊！咱们活着的时候就要好好珍惜身体，珍惜亲情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整天卷来卷去，为了工作累得半死不活。内卷这个词儿说的就是这种现象。频道要告诉大家，这样做是不对的。道德经说大道至简，人生也是如此，不必把自己逼得太紧。频道翻阅了他的生平，不得不感叹命运的奇妙。易经有云，穷则变，变则通。大 S 年少成名，本该是一帆风顺，谁知人生路上竟遇到这许多坎坷，这让频道想起了《金刚经》里说的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你们可知道，大 S 生前一直在日本生活，这事儿说来也是有意思。列子中说，富贵在天，富贵在己。他选择在异国他乡生活，想必是有他的道理。可这次病重，远离家乡，想必也增添了几分无奈。说到这里，频道不禁想起一个梗来。现在年轻人常说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，虽说是句玩笑话，但这无常二字却道出了人生真谛。心经云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话说得妙啊！频道观察到，大 S 的离世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，好难过，舍不得，太突然了。这些留言看得人心酸。六祖坛经说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可是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这满屏的悲伤，正说明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。再说说他的妹妹小 S， 姐妹俩在演艺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外人都叫她们 S 家姐妹。如今天人永隔，小 S 发文说，姐姐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这声声呼唤，字字泣血，听得人心都碎了。频道读过孟子，里面说，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大 S 这一走，对家人的打击可想而知，特别是他的孩子们，这么小就失去妈妈，真是让人心疼啊！现在的网络上，有人说这事儿，有人说那事儿。频道要说善哉善哉，话可以说，但要讲究分寸。太上感应篇说得好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造谣生事，总是要遭报应的。说来也是奇怪，这消息最初竟是从一个旅游美食的账号传出来的，这让频道想起了空穴来风，未必无因这句老话。虽说最后证实是真的，但这种传播方式着实有点不妥当。频道要说的是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更要学会逆向思维。现在网上流行说破防了，意思是受到打击，可频道认为，与其破防，不如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。频道常说，现在的人太不会养生了，整天早上熬夜，晚上赖床，饮食作息没有规律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说，上工治未病，这话说得多有道理。你看大 S 这次原本只是普通的流感，谁知道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。现在的年轻人常说打工人、打工魂，上班是为了赚钱，赚钱是为了生活。可频道要说，这种想法大可不必。道德经有云，大道甚夷，而人好径。意思是说，
人生的大道其实很平坦，但人们总喜欢走捷径。频道注意到，大 S 生前就经常因为身体不适而困扰，这让频道想起了《资治通鉴》中的一个故事：庸医治病，反害其命。说的就是如果不重视健康，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呀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个现象：现在的医疗旅游很流行，但是在国外生病确实会遇到很多不便，语言不通，人生地不熟，这些都可能影响治疗效果。增广贤文说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频道以为预防胜于治疗，这个道理放在哪里都是对的。有人说大 S 是人设崩塌，这话频道不敢苟同。论语云，人无完人，谁的人生不会有起起落落？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努力在演艺圈闯出了一片天地，从流星花园到后来的作品，每一步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频道观察到，现在网上的留言大多是祝福和怀念，永远的美人，天上的女神，这些称呼足见大众对他的喜爱。心经说，度一切苦厄，愿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安息。说到这里，频道想起最近网上流行的一句话：岁月漫长，值得期待。可惜呀，大 S 的人生太短暂了，他的离去不仅是演艺圈的损失，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频道要说，这世间的聚散离合都是有定数的。无量寿经云，应化所生，悉皆如幻。我们活着的人更要珍惜当下，好好生活。让我们谈谈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。频道要说，人生在世，别把自己逼得太紧。现在的年轻人总爱说卷起来干饭人，好像不拼命工作就会落后似的。庄子有云，无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意思是说，生命是有限的，但追求的东西却是无限的。你们看大 S 这一生名利双收，但最后却因为身体原因提早离世，这不禁让频道想起《太上感应篇》中说的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养生之道就是要顺应自然，不要太过勉强自己。现在的人喜欢说躺平，频道倒觉得这话也不尽然对。道德经说，道法自然，这个自然不是消极怠工，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。大 S 的离世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。说到这里，频道想起一句俗语：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。可是啊，金刚经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钱财地位终究是身外之物，健康才是根本啊。频道要特别提醒大家，现在网上流传的各种养生秘诀、独门偏方，可不能轻易相信。六祖坛经说，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养生要讲究科学，不能盲目跟风。最后，频道想说的是，大 S 的离世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。心经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但这并不是让我们消极悲观，而是要我们更加珍惜当下，善待自己，善待他人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，这是列子中的话，说的就是人生短暂，要及时行乐。但这个乐不是纸醉金迷，而是要活得通透，活得明白。频道今日的话就说到这里，愿大家都能把身体养好，把日子过好。记住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惜须及时。这不是什么网易云，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生真理。最后，频道要说，天道酬勤，善莫大焉。希望各位有缘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。愿大 S 在天之灵安息，也愿我们在世的人都能好好生活。今日之言就到这里，频道先行告退，后会有期。切记，好好养生，珍惜当下，莫负此生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